你一定要记住，过度思考未来，无异于亲手扼杀此刻的自己。言未出，结局已在心中演过千百遍。身未动，神思已越过万重荒山。行未果，假象的苦难已让你愁眉不展。事已毕，过往的余音仍如幽灵般在脑海盘旋。这是一种最残酷的自我消耗。你以为的深思熟虑，往往不过是在用虚妄的剧情透支当下的生命力。我们总是在脑海中搭建起宏大的舞台，上演着一幕幕从未发生的悲剧，然后像一个入戏太深的观众，对着空无一物的舞台痛哭流涕。这不仅是愚痴，更是对自己生命的辜负。佛陀早已点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而我们偏偏执着于那个尚未到来的未来心，让恐惧如野草般疯长，直至掩盖了眼前最真实的花开与风声。此时此刻，请停下你奔涌的思绪，听我说，你正在用并不存在的明天谋杀唯一的今天。我要告诉你一个悖论，你因为害怕未来受苦，所以选择现在就开始受苦，以为这样能像打疫苗一样获得免疫。但痛苦不是疫苗，痛苦是毒药。你在脑海中上演的那千般苦难，9成9都是未曾发生的臆想，而你此刻真实的深思熟虑，不过是一场用生命的余额去支付根本不存在的账单。这种透支让你变得贫穷、焦虑、脆弱。我想讲一个人的故事，不是什么深山老林里的隐士，而是生活在我们这座水泥森林里的一位普通人，让我们叫他老张。老张是一名负责写字楼维护的物业技工，他的工作很具体，换灯泡、通管道、修门锁。这本该是一份最能让人活在当下的工作，因为拧螺丝的手感是真实的，电流的读数是客观的。但老张活得很累，上个月大楼的空调系统要进行一次年度大检修，那是对技工技术的考验。检修定在月底，但从月初开始，老张的手就不稳了。他每天走进机房，听到的不是机器运转的轰鸣声，而是脑海里那个尖锐的旁白。他在想，如果那天主板突然坏掉了怎么办？如果我不小心接错了线，导致全楼停电怎么办？经理会不会当场解雇我？我失业了，房贷怎么还？孩子下学期的补习班费用去哪里找？哪怕他只是在修一个简单的洗手间水龙头，他的脑子里演的却是失业后的流落街头。因为心不在焉，他用力过猛，拧断了一根本来只需要轻轻旋紧的螺丝，水柱喷涌而出，溅了他一身。那一刻，冰冷的水让他打了个激灵。他站在积水的地板上，手里拿着断掉的半截螺丝，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。现实里并没有发生全楼停电，也没有经理的咆哮，更没有人流落街头，只有一颗断掉的螺丝和一个因为思虑过多而手抖的中年人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一个月来，他每天都在经历那场可能会发生的事故。他在脑子里已经失业了30次，破产了50次。他消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去应对那些幻影，以至于连眼前这个真实存在的小螺丝他都处理不好。他以为自己在未雨绸缪，其实他只是在给自己并没有得的病提前喝下一碗碗苦药。我也曾是老张，我也曾在无数个深夜盯着天花板，把它当成一块巨大的电影荧幕。身为一个写作者，我常常陷入这种精神的内耗。记得有一次，我需要去一个重要的场合做分享，在收到邀请的那一刻起，我的大脑就变成了一个疯狂的剧组。我不仅是编剧，还是那个最苛刻的导演。我躺在床上，身体是静止的，但心率却快得像刚跑完5公里。我在预演每一个细节，如果麦克风坏了怎么办？如果我忘词了怎么办？如果观众的眼神里流露出不耐烦怎么办？我甚至能感受到那种羞愧带来的胃部痉挛，那种生理上的痛苦是真实的，尽管什么都还没发生。
到了凌晨3点，我精疲力竭，就像刚打完一场仗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黑眼圈深重，精神萎靡。结果呢？那场分享非常顺利，麦克风没有坏，观众很友善，我也并没有忘词。活动结束后，我坐在回去的车上，看着窗外流失的风景，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荒谬感。我为了这顺利的几十分钟，提前预支了整整1周的快乐和安宁。我像一个愚蠢的赌徒，在牌局还没开始前，就因为害怕输，先把手里的筹码扔进了火坑。这种体验让我深刻地理解了所谓的业障。业障不是外界降临的惩罚，而是我们内心那个停不下来的导演。这种焦虑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高利贷。你为了还没有发生的困难，提前向当下借贷了焦虑，但这笔债是还不清的，因为未来有无数种可能性，你永远无法预演所有的变数。你借的越多，利息越高，直到你的精神破产。心经有云：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恐怖来自于挂碍，挂碍来自于你编织的剧情。当你停止在脑海中自编自导，当你解雇那个疯狂的内心导演，你会发现，恐惧就像晨雾一样，在阳光下自然消散。当下一次，那个名为焦虑的导演又在你脑海里喊 action 的时候，当那些关于未来的灾难片开始放映的时候，请试着把你的注意力强行却温柔地拉回到你的感官上。如果你正在喝水，不要去想这杯水喝完后要干什么，你要去感受杯壁的温度，是温热还是冰凉，去感受水流过喉咙时的那种吞咽感，去听那咕咚一声的细微声响。就在这吞咽的一瞬间，未来是不存在的，过去也是不存在的，只有水和你的喉咙。如果你正在走路，不要去想目的地还有多远，试着去感受脚底板接触地面的那一刹那，感受鞋底的橡胶与地砖的摩擦，感受重力如何从脚后跟转移到脚尖，感受风吹过你脸颊的触感，是粗糙的还是细腻的。这听起来简单的近乎可笑，但这正是离苦得乐的秘诀，这叫安住。不要小看这些微小的瞬间，它们是你生命中一个个稳固的锚点。当思维的风暴试图把你卷向未来的深渊时，这些真实的触感，热茶的香气，键盘的敲击声，棉布衣服摩擦皮肤的感觉，就是把你拉回岸边的绳索。生活不是一道需要解开的数学题，而是一段需要经历的旅程。生命是用来体验的，不是用来预言的。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担忧，就像河面上的雾气，看起来浓重的化不开，但只要太阳一出来，也就是当你回到真实的行动中去时，它们就会消散无踪。不要做那个站在河边只顾着担心对岸有猛兽，或者后悔刚才湿了鞋子的人。你要做那个涉水而过的人，你要感受河水的冰凉，感受石头的圆润，感受水流的推力。这水流就是当下。除了此刻，你一无所有；除了此刻，你也无需其他。放下脑海中的剧本吧。这一刻，哪怕只是静静地坐着，看着窗外的一片云飘过，也是一种巨大的圆满。这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，不被焦虑打扰的，本自具足的自在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